这一讲我们正式进入汉武帝建元元年，就是汉武帝余年改元，以自己的名义实施统治的第一年。新年伊始，第一项政策在全部中国历史上就有了划时代的意义。冬10月，汉武帝下诏要求举荐人才，参照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，诏书是下达给从中央到郡国的高级官员的，让他们推荐所谓贤良方正、直言极谏之士。贤良方正大体相当于德才兼备，直言极谏大体相当于有话直说。新君登基要搞人才选拔，这倒没什么特别的，被推荐上来的有100多人，皇帝会以书面形式向他们提出问题，称为测问。字面上看起来是求教，其实相当于考试。被测问给出答案，称为对策。现代汉语里边的对策这个词就是这么来的。对策顾名思义，就是对测问做出的应对，相当于答卷。在这一批100多人的海选当中，答卷最出色的就是景帝朝博士官广川人董仲舒。董仲舒提交的对策很受重视，于是汉武帝发出了第2份策问。如是者三，董仲舒充分阐释了宇宙终极的真理，论证天道和人世的关系。这3份对策因此合称天人三策，今后会奠定武帝一朝的主流意识形态。因为天人三策无与伦比的重要性，所以我们才会在《资治通鉴》当中看到司马光的打断摘抄，篇幅之巨前所未有。但是这还只是节选而已，而且把汉武帝的提问也给删掉了。所以接下来的4天，我会捋着《汉书·董仲舒传》的脉络，给你展开聊聊天人三策。事实上，汉武帝的问题提得很重要。第一道策问大意是这样的：听说武帝三芒之道是完美的政治法则，所有的统治者都照方抓药，而当圣芒都死绝了，大道出现了裂痕，世道就越来越糟糕了。到了周朝后期的500多年间，不乏有识之士想要恢复先芒的政治秩序，但没一个成功的，反而每况愈下，最后被秦始皇这个大暴君统一了天下。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难道说这些所谓的先芒之道并不靠谱吗？又或者天命是一种不可逆的自然规律，必须衰败到极致才能重新向好呢？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那么人再怎么努力推行上古之道，都注定是徒劳不成吗？所谓下商周领受天命，有什么证据吗？3义的出现又有什么理由呢？人有的夭折，有的长寿，有的仁慈，有的粗俗，到底是为什么呢？问题提过之后，还有一番叮嘱，要求交答卷的人一定注意取之于数，慎其所处。也就是说观点也好，论据也罢，都要有可靠且正当的出处。这里要求特别耐琢磨。如果有人拿出韩非子的一段内容当论据，显然不合适。就算拿老子的章节来当论据，老子也只是议价之言。即便汉朝初年以黄老之道之国，但老子依然算不得严格意义上的经典。严格意义上的经典著作，其实就只有儒家推崇的那些《诗经》《尚书》一类了，那才是上古圣芒传下来的东西，基本没争议。即便是法家可以认为这些东西过时了，但也不能否认他们的经典地位。我们熟悉的《论语》在文帝朝虽然被立了博士官，但只被当成学生笔记汇编。孟子也只是一家之言，都没有经典地位。这些书只能给论证悄悄编鼓，不能打主力。孔子作为传承圣芒经典的枢纽性人物，被认为是他老人家亲笔撰述的《春秋》地位越来越崇高。景帝一朝，胡务生、董仲舒先后成为春秋博士官，而这2位名家的学术出身都是春秋公羊学。了解过这些背景知识，再看策问当中的问题和叮嘱，就会发现有2点特别值得留意。一是以今天的标准来看，这是把政治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了，纯属庸人自扰。而在当时，政治问题如果求不出哲学解，人就不踏实。人的天性都会追求确定性，即便在科学昌明的今天，各种迷信也照样大行其道。这是因为科学和理性只能在很狭小的范围内
给很有限的问题提供确定性，而在这个范围以外，对我们的生活有很重要的许许多多的问题，如果没有迷信给我们提供抓手的话，我们呢就会陷入一种疑神疑鬼、七上八下的焦虑状态，用不了多久就会精神崩溃。而且不同的迷信存在着竞争关系，在竞争激烈的阶段，谁能把哲学解做得结实，谁的赢面就大。政治哲学的竞争也是一样的道理，而且呢，因为利益更大，所以竞争的烈度也就更高。再看第二点，策问提出的这些问题虽然貌似公允不带立场，但只要我们熟悉儒学的话术，就能看出来他对儒家的政治哲学是有暗含的倾向性的。政治嗅觉敏锐的人应该能在第一时间捕捉到政策转向的信号，而如果本人就是答卷人，又不在乎居学阿师的话，那么不论自己的真实政治倾向是什么，只要采取儒家立场回答问题，功名利禄就近在眼前了。董仲舒是研究春秋的专家，答卷开宗明义指出了一条从春秋当中总结出来的历史规律，但凡国家偏离了正确轨道，上天就会降下灾害来作为批评和警示。统治者如果不知道反省的话，上天呢就会显示怪异事件作为严厉批评和严厉警告。这个时候，如果统治者依旧不知悔改的话，国家才会败亡。这就充分衬出上天对于统治者是怀着仁爱之心的，只要不是极度无道的政治局面，上天呢总会关照一下，扶持一下，那么统治者只要努力，局面终于会好起来的。那么怎么判断一个人是不是上天眷顾的统治者呢？很简单，祥瑞现象就是判断标准，因为这是人力所不能及的。当一个人得到了天下人的衷心拥戴，这份至诚就会触发祥瑞。上书有明确记载，白鱼掉进了周武王的船，又有火覆盖了周武王的住处，然后化身美鸟，这些就是周武王的受命之福。解释一下，所谓受命之福约等于祥瑞，相当于上天相中了一个人做人间的统治者，因此呢而给他做的盖章认证。董仲舒从上书当初搬出证据，似乎铁证如山，但其实有4个疑点。一，只有在儒家内部才会对这些记载笃信不疑。即便在儒家内部，孟子呢也说过，尽信书则不入吾书，这里的书指的就是上书。3，即便对上书可以毫无保留的相信，但董仲舒引述的这些内容到底是不是出自上书的可靠版本，说不好。4，火变成鸟，这倒是很离奇，但白鱼跳进船里，这难道不是正常现象吗？最后一个疑点倒是可以解释，古代学者们把白鱼事件越传越神，甚至说鱼眼睛底下有红色的字，写明了纣王可罚。不过在董仲舒提交对策的当时，没人会对经典文献这么较真。总之，董仲舒向汉武帝说明，只要是上天认定的统治者，一定会有受命之福。这些话应该深深打动了时年17岁的汉武帝，将来他会拿出很大的决心，假出很大的事来追求自己的受命之福。董仲舒斩钉截铁地解答了汉武帝关于天命的疑问，当然在天命观念里和祥瑞对应的还有灾夷。董仲舒讲，后世统治者骄奢淫逸，失去了统治力，导致诸侯背叛，虐杀良民来争夺土地，抛弃了道德教化而滥用刑罚，刑罚过度就滋生了邪气，邪气在下层聚集，仇怨在上层酝酿，上下不和，这就导致了阴阳错乱，妖孽出现，这就是灾夷发生的原因啊。在董仲舒的观念里，上天并不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人格神，并不像旧约的上帝那样，今天一个主意，明天一个主意今天帮着选民打胜仗，用超自然力克敌制胜，明天呢对选民的一些做法很生气，于是降下灾害让他们遭罪。天人感应里的上天更像是一种自然力，虽然说起来它有自己的偏好，但在表现形式上实在很难看出什么人格特点来。这样一来，统治者只要让自己的心态和执政方针完全顺应这种自然力，那么自然力
就会显现美好的期冀，反之呢，就会显现糟糕的期冀。如果一定要把上天当成人歌神，倒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他这位人歌神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，那就是情绪高度稳定，稳定的就像自然规律一样，什么事会哄他开心，什么事会惹他生气，什么事会在多大程度上哄他开心，什么事会在多大程度上惹他生气。人只要用上心，就不难预测他的反应。换句话说，只要认真学习了董仲舒这一套儒家学术，那么老天爷从此再也不会天意重来高难闷，而是变成了一个小透明了。仔细端详这个可爱的小透明，最醒目的特征就是阴阳。董仲舒的原话是：天道之大者在阴阳。到底什么是阴阳呢？一天当中有昼有夜，这当然算，但这不是最显著的。最显著的表现形式，董仲舒的原话是这么说的：阳为德，阴为形，形主杀而德主生。意思是说阳是生育的力量，形是毁灭的力量。阴阳虽然相辅相成，但并不是五五开，而是以阳为主，以阴为辅，所以万物始终生生不息。天道既然是阳主阴辅，人道就应当模仿天道，德主行辅。也就是说，正确的执政方针应当是以道德教化为主，以刑罚为辅，千万不能反过来搞。勤政错就错在只用刑不用德，这就好比大自然只有秋冬的肃杀而没有春夏的生养，当然长久不了。董仲舒在这里点了汉武帝一下，咱们汉帝国也呈现出刑大于德的倾向了。你如果沿着这条脉路继续走下去，那可危险了。董仲舒的这番话非常重要，天人感应理论从此就要大行其道了。但我们难免会有一个问题，温带地区春夏和秋冬的时长大差不差，为什么阴阳不是五五开呢？为什么德和刑不能双管齐下，并驾齐驱呢？我们下一讲再见。